给24岁来自天津操作员，年薪5万，女主人公王晶晶，25岁先君吴烨。来，有请两位有请。恋爱4年了哈，对，准备结婚。有这个想法，但是就是因为家里又不是很同意啊，然后现在就是谁家不同意？我家。你家为嘛不同意？就是因为他现在没有工作，而且家里就是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啊，而且还是单亲，所以就是我家里怕就是，我这以后那个太累了。晶晶为什么没有工作呀？是因为之前在一个公司里上过4年了，而且感觉也要自己休息一下，所以一直就是在家待了半年。要待了半年啊？是的。你的家对你们这个婚姻怎么看啊？我家里从一开始就是也是很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家里条件确实是跟我们家来比，确实是要好一些。而且也比我小。他刚才有说到你是单亲家庭。是，我现在就一个母亲。爸爸呢？爸爸在08年的时候因为就是生病去世了。小片里还说你姥爷也有病是吧？对，我姥爷也是半身不遂，因为我妈一直在照顾他。那等于你们家就等于2个女人在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姥爷，对不对？是，而且我们也是因为就是家里条件不好，分过2次手。能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吗？第一次呢，就是因为就是他家里头没有什么钱嘛，而且他这个就是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。谁的身体？就是他的身体状况。他什么？就是眼睛近视，遗传近视。近视有什么呀？遗传的呀，以后就是有了孩子，就是还是近视。等那个孩子的孩子再结婚，完了还是近视。所以呢，就是我家里又不是很同意嘛。啊，你们俩就分了？对呀，没有办法，家里实在是不同意啊。那谁提出的分手呢？我。你当时就同意了？我当时也很难过，但是我也和他就是解释过，也和他就是说过，但是他就是不同意。很伤心哈，是特别难过，而且在第一次分手的时候，正是我爸08年去世的那时候，所以就是2个加在一起，给我的压力特别大。痛失父亲，又失去了爱情。对。那你个大老爷们儿，怎么这个时候跟人分手？你太不地道了。不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嘛，因为要为了以后的子孙后代着想嘛。那你现在来什么呀？你为子孙后代，你今儿就不该来啊？对呀，可是因为我心里还是其实比较喜欢她嘛。分了多久之后又觉得搁不下这个女孩，又去找人家的？2个月吧。而且那2个月正是我最难熬的时候。啊，等于你最难的时候她不在。是。你第2次又为什么分呢？第1次是嫌人家穷，身体不好。第2次呢？第2次是因为他就是没有工作了嘛。啊。没有工作呢，就是我打算开始让他找一个。啊。可是呢，就是怎么找好像找不到这个样子。啊。要我们家里头做生意的。啊。我母亲就打算就是花些钱，要就是给他就是开一个我们家的分店。要后来他也不愿意去，然后所以后来我们我的父亲母亲就是说，如果他这个什么都不愿意干，这以后你们2个怎么相处啊？怎么在一起啊？并不是呀。我不可能一辈子不上班，我只是现在是一个过渡。我也和你说过，我也去找过。就因为这个分手的？对啊。你提的？对啊。哎，你还真听话哈。然后你就又同意了是吧？同意，他也不和我在一起了，我只能又同意了。就只能同意了。又过了多久呢？这回过的时间比较长。多长？差不多半年。过了半年。差不多。你又去找的他？他找的我。不是找他，就是朋友聚会嘛，然后后来呢就是偶然就是遇见了，因为当时就是2个人彼此心里还有对方嘛，然后后来就一点又走在一起了。这次他求你了吗？求了。他怎么求的？比上次多说了2句话，一也是不会伤害你，而且还会照顾好你母亲，而且当时我姥爷也是病了，我也会替你去分担家里的一些状况。所以我又同意了，而且心里还是有他，就又和好了。那你今天来是为嘛呢？我母亲没嘛事，但是我父亲非常的不同意我和他在一起。为啥呢？
就是打算就是让我找一个就是比较门当户对的那样式的女孩子吧，和她在一起。我爸说你也最少得多奋斗10年，如果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话，你就可以少奋斗好几年。你自己怎么想？虽然说我也想和她在一起，可是还是也是比较累嘛，对吧？毕竟就是和她在一起还要照顾她母亲和姥爷。姑娘你怎么想？我就觉得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是对我觉得他心里没有我。如果真心里有我的话，就算家里再不反对，他也会说服父母去和我在一起。可是他并没有，我觉得我自己在他心里真的什么都不是。所以人家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。你看姑娘道理都明白啊，但是又割舍不下他，是不是？从情感上，你爱他吗？爱呀。可是你现在内心就碰到了困难啊！你的父亲让你离开他，你自己内心怎么说的呢？虽然说我也很想跟他在一起，可是就是让我的朋友结婚，女方都是陪用什么车呀什么的。本身我自己就是比他们都强，可是一结婚都不如人家。但是我家里条件就是这样，我从一开始和你认识的时候，你也知道，那你一开始怎么还会和我在一起呢？可是你现在表现的不是跟我一起在努力，是我一个人在工作在努力，而你是在家待着。你从什么时候看不见我不和你努力了？因为你已经很久没有工作。所以晶晶，你回答这个问题，为什么需要这个过渡期？你告诉他吗？父亲去世了，而且还要照顾母亲，我觉得我压力真的受不了了。而且有的时候，我和他就说我上班，有怎么累，他也不理解我。他说我上班也是一样。肯定是累的嘛，哪有工作很轻松的？你听他说完好不好？也是会很累的，为什么就你累呢？我觉得他真的一点都不理解我。假设这份累我们理解了。那下一个事儿就是我挺不理解的，他的家人既然说了给你拿钱开分店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这个不接受呢？我不需要外在的帮我，而且又是他们家。为什么他们家帮你，你接受不了？是说你在他的家里会感觉到压力吗？有的时候会，但是他们的父母对我也很不错，但是我觉得我承受不了，我就希望我自己去努力。明确一下，你内心还爱他吗？比较喜欢吧。比较喜欢，也是比较爱吧。小王呢？我很爱他。好，这是一个现实版灰姑娘的故事。老师们会说什么呢？让我们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。不知道大家在那个地里面干过活没有？只要你直了一次腰，你就会直第2次，因为你直了一次腰很舒服嘛。而他们也是一样，他们向生活妥协了1次，妥协了2次，就会妥协第3次。彼此根本不能了解对方在生活当中的感受，尤其是像当男嘉宾刚才所说的，你爱他吗？他想半天还比较喜欢吧，这根本就没长大一孩子，没戏。不对呀，你说说，你想这个爱情怎么会和种地一样呢？爱情虽然是2方面的事情。那我问你，第1次妥协，你心里是什么感受？虽然说我心里头也很爱他。你第1次妥协完了之后，你预料到了会第2次妥协吗？还是你告诉自己，我再也不妥协了，我要坚强地抓住他？没有，因为第1次妥协以后，本来就没有想过就是会和好，因为当时就是我光想着就是因为。第2次和好是偶然，还是蓄谋已久？第2次和好是偶然吧？偶然，谁能够预料到会不会有第3次妥协呢？而你每一次妥协都让他倍加伤心。你作为一个男人，让自己的女人伤心，你还有什么脸在这说呀？不是这样。还有什么脸说爱他呀？因为感情的事情不能和理性放在一起。爱情是比较感性的东西。对，爱情是感性，过日子是理性吧？对呀。对呀。所以。对呀，你是爱情还是过日子？你要过日子。如果要是在一起的话，肯定是要2个人就是彼此都有工作呀，或者都是可以就是完善一个家庭才可以在一起啊。对呀，这就是理性啊。那为什么在理性的过程当中，你不给予他更多的鼓励呢？我已经而且你刚才在跟他说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，更多的就是一种责备的口吻。还有一点，女人不干活怎么了？她就不上班，你养着她怎么了？男人养着一女人怎么了？对呀，光养一个女人是可以的，他养在家里呀，他的老母亲，他的姥爷，姥爷，我要一个人养3个人。如果你一个人养3个人，你养得了啊？哎，我当然养得了啊。对呀，那你现在行，如果你像我的那时候，你养得了啊？至少每个人要有这样的勇气。
你更多的情况下，在他最需要受安慰的时候，你没有安慰他，而是更多的一种责备，甚至是离开他。像他刚才所说的，同时离开2个男人，对不对？你好像说这一点的时候，你没有一点愧疚。生活当中突然之间剥离了2个男人，一个是情感上的支持，一个是家里的顶梁之柱，这种感受你能感受吗？小芳24岁是吧？23。哦，23，难怪呢。当然这也不怪你，太年轻了。难怪呢。你像我们那时候，估计你还没我赚多呢。是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可能还没你优秀。肯定的。你看这一定不说这话说的还能前进。这肯定。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拿72块5毛，但是有一点，涂老师想告诉你说，你需要勇气，小芳。我也觉得你特别需要勇气。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，我就想笑。你同学的老婆娶亲的时候陪嫁一个汽车，你也希望他家能陪嫁个汽车，那样就是你比别人强是吗？我比他强啊！后来我娶老婆当然要比他强。你心里你老婆强还是他老婆强？肯定我老婆强。那你拿车比什么呀？关键他现在又连工作都没有，以后那不上班，他起码有一样可取的吧？要在家里头，如果一个全职太太至少要是把家里头，如果一个女人一样那么可取，你还在这干嘛呢？我就问你这个问题，如果这个女人，你跑这儿来干嘛？你干脆分了吧，对不对？你站在这是为了挽救，是为了挽救你们的婚姻，你还句句说伤人家心的话。不是，虽然我们在这儿跟你吵是为什么？是为了你好，为了你们俩好。你脑子笨死了。你说话来着，你自己怎么这么笨？你先别说，你听他们说完你再说啊。那个来，得来不容易的东西，你才会倍加珍惜。所以我觉得，对于晶晶来讲，如果她随时能得到你，你在她面前毫不值钱；如果她真的得不到你了，你才真是最好的。婚姻是什么？婚姻不是2个人结婚，是2个家庭结婚。对呀，2个家庭，我要照顾的人太多了呀。那你可以选择说，不好意思，晶晶，你要找这样的一个女人，你可能就要承受她的家庭。我们每个人在出生之前不可能选择说，我选择一个漂亮的妈妈，一个英俊的爸爸，家里挺有钱的家庭，我能选择吗？我不能选择。你摊上了，你就必须得去承受，这就是男人的责任。嘉伟想清楚一个问题就行，他傻吗？不是啊。他是傻子吗？不是啊。他不是傻子，为什么放在面前的一份工作他不愿意去做？不开心呗。你傻，我更不傻了。全场最傻奖应该是你。你从来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，你跟他的家庭如果换一个个的话，现在是什么局面？嘉伟，你告诉我。我想，你想你会面对他家庭的时候自卑吗？晶晶，刚才你有说到过，说希望过了门之后再去打理他的家族业务，对不对？是。为什么是过了门而不是现在？因为现在毕竟我们俩没有结婚。他傻，你傻。我说完了，听听你朋友和你们家长的意见。来，踏浪旁观者清。我先听一听这个你妈妈的电话录音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播放一下婆婆的录音。怎么说呢？范家伟啊，就是从小就是也是属于那种娇生惯养惯了的吧。然后自己条件、自己能力也不是说太强，就感觉他现在啊，就是成家，他自个儿好像就是承担不起来，这也是不想让他过早结婚的原因之一吧。大男孩，你成家你妈都不放心，能结吗？再听听晶晶的母亲对这门婚事有什么看法？来，我们这样子女方不乐意的原因呢，现在呢，王这边还没有那个合适的工作，在家待着，那个就看着将来以后结婚呢，那个嘛，他父母嫌王这边没工作，受气，再一个呢，也是那个单亲家庭那个条件呢，也是不太好，尤其现在离婚率也那么高，如果要是再结婚再离婚，那不这个更麻烦了吗？也是说过王这边好几次，主要是这原因吧。如果你们结婚，这是你丈母娘对吧？她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你听明白了吗？她受气啊，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呢？除了她的生活经历告诉她有，还有什么呀？有没有人在现实生活里颐指气使的在丈母娘面前嘚瑟过呀？有吧？
有没有人那个大灰狼尾巴没夹住就露出来呀？恶少的那个习惯又来了呀？有吧？人家傻呀。这位是？我是晶晶的朋友，反正我不同意范家伟跟王晶晶在一起，因为作为我是晶晶的朋友，我们俩在一块这么多年了，我也看着晶晶跟范家伟走过来这一道，反正我觉得晶晶受的委屈真的挺多的，因为我心里就是听他说，我也真的挺心酸的。真的。你给我讲一个最心酸的事儿吧，我看你一说话他就要哭，怎么了？就是他爸爸过去的时候，当时晶晶真的也挺难受的，我也跟他一块难受，可是那个时候最让人理解不了的就是范家伟那阵儿就是离开他了，我觉得这一点如果我是晶晶的话，我绝对接受不了。我觉得他这个根本就没法承担起就是男人的责任，他根本就没法给晶晶幸福。以后他父亲生病的时候离开的，还是去世的时候离开的？去世的时候，当时晶晶他爸爸去世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家里特别困难，然后晶晶特别难受，然后王家伟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跟王晶晶分手。我觉得这点我真的接受不了，要挑剔我们不挣钱，又挑剔我们家条件不行，那你何必跟我们在一起呢？对吗？打我心眼里，我真的不想让他们俩在一起。可是我看他难受，真的我也难受。啊，我明白你的话意思了。如果你是晶晶，你绝对不会跟他。对。但是你不是晶晶，晶晶跟他在一起会，晶晶觉得好一些，是吧？也许他会觉得他跟范家伟在一块就是幸福的，因为他特别爱他。但是范家伟爱不爱他，我就不敢肯定了。那就让范家伟自己说，你爱不爱他？爱呀。啊，终于他坚定了一次，还是那么飘，爱呀。你该生气的时候也得生气吧？我对别人都有脾气，但是对他一点脾气发不出来。所以你该呀，他就欺负你啊，都是惯出来的吗？这不就蹬鼻子上脸吗？你也不是不讲道理。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我退一步，我会海阔天空，但是你海阔天空了吗？对，你海阔天，你掉阴沟里去了，你海阔天空。嘉伟啊，归根结底一句话，我觉得你妈妈说的特对。要成家，你表现出来的这种成熟度，可不可以让他和他的家人以及你的家人放心？这是最重要的。因为你表现出来的是我不能成，你看我哪能管他们家那个？你爸妈当然心疼你啊。如果真的觉得他是一个负担的话，不如早告诉他再见。如果真的决定爱他，一直走下去，我就说他不傻，他至少知道一点，至少人家没有丢尊严。你说分手好 ，OK 分手。你又说分手 OK 好，又分手。但是你说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还跟你在一起，这是可以。但是他没有丢尊严，你发现了吗？如果现在他就打理了你家族的业务，什么呀？我们家的产业，你替我们家人弄的，我呢我没花我们家1分钱呀，你都靠我呀。哪个女的受得了？哪个有尊严的女性受得了？你给过她尊重吗？我们所有人的意见供你们俩参考。来，进入我们的黄金60秒。觉得我们已经在一起4年了。请关门。我不知道刚才晶晶说那段话的意思是什么。我愿意选择坚强。这个道理对嘉伟意味着什么呢？各位的意见是什么呢？麻烦大家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表决。
17.28%的朋友觉得他们订婚，他们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？一起倒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